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6月5日下午的12点06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由于周六周日美股不开盘，所以我们直接分析比特币的行情。比特币在这个行情当中在这轮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跌破之后发生反弹。这个跌破之后发生反弹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诱空信号，诱空之后拉升斩杀空头为什么这么做呢？行情当中很多时候在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在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出现一个低点，这个低点出现以后已然出现以后，行情会出现一个什么呢？会出现一个非常弱势的画面，在弱势当中超级主力容易再度诱空诱空之后拉升绞杀空头。然后呢，这轮行情非常有意思的是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同时又出现了4小时级别的下跌，这样呢在盘面上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对称性的等时间级别的上涨和下跌，最终构成了一个什么画面呢？对多空两方同时进行了绞杀市场上几乎在这种震荡过程当中大幅的4小时级别对称性涨跌的过程当中没有活人了，没有活人之后它发生了小幅的反弹，又连续震荡。同时呢，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结构已然发生了变化我们画这个收敛三角形一定要找到最多的波峰和最多的波谷。那么现在行情当中，我们找目前的波峰和之前的波谷呢连接一下我们发现了行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去掉这个突出的部分，也就是4小时上涨西游过程当中什么部分呢？唐僧这个位置，去掉唐僧位之后行情就变得简单了。简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图听我的课一定要看图。目前行情走出了一个窄收敛的结构，这个收敛结构呢是4小时级别的看图是4小时级别的。这个窄收敛结构我们看到了一个焦点，在窄收敛结构运行当中，我们知道一个理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股票市场中存在这样的理论，就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窄收敛结构这个角度大概是15度左右这个角度大概是15度左右。在这种结构当中就容易酝酿什么呢？容易酝酿多头容易酝酿多头同时我们看到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出现了什么呢？横盘震荡这个横盘震荡呢是我之前反复说的道指周线级别下跌西游跌到120周均线发生反弹，反弹时间级别日线级别完成之后，容易在这里横盘震荡进行反复的调整行情不光有涨有跌，更多的时候是震荡那我们怎么看比特币的盘面呢道琼斯工业指数发生了日线反弹，但是呢比特币仅仅出现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相对于道指来说，比特币是非常弱势的。在这种弱势的条件下，如果道指横盘震荡不至于快速下跌的话，比特币就容易发生什么呢？发生4小时到日线级别的反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特币已经走出了周线级别的下跌，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切换时间级别有2个时间级别可以供我们去做。第一个时间级别4小时级别，第二个时间级别日线级别如果再度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呢，反弹的目标位我仍然认为是33000美金。33000美金是这轮行情波谷连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虽然现在是接近3万距离33000美金不远但这个位置呢仍然具有重重压制作用这轮行情如果出现反弹的话横盘时间越长，反弹的力度可能越大。那最终呢，如果出现4小时到日线级别反弹目标位是在33000到35000这个区间虽然这里面是有压力的但如果发生回补动作的话就是对整个
5月份的下跌进行回补动作的话，目前还没有回补完成啊。如果能够回补完整的话，突破我们刚才说的33000美金压力位啊是有可能的啊。这轮行情已经发生周线级别下跌啊，我们虽然有反弹预期啊，但是我还是建议布局空单。怎么布局空单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压力位33000美金，在这个压力位附近啊，比如说33000到32500这个区间可以开始布局空单啊，这是4小时级别反弹的目标位。同时呢，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比特币的高点正好反弹到32503啊，也就是我刚刚说的32500这个位置上。所以在压力位之下呀，行情是处于空头状态啊，你在这个压力位附近去布局空单，没有什么太多的疑问啊，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布局空单的位置。那第二点，布局的位置是在哪儿呢？是如果行情发生突破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压力啊，那我建议如果发生日线级别反弹突破这里的话啊，是在36000附近啊继续加仓空单啊，行情的趋势呢，整个趋势已经是在下跌的趋势当中，周线级别下跌吸收完成之后啊，连续震荡啊，它可能发生的仅仅是日线啊或者4小时级别的反弹，而且同时这里行情是一个非常弱势的状态，虽然有这个窄收敛结构，但仅仅是4小时级别的窄收敛结构，发生反弹时间级别的概率啊，仅有这个2个时间级别，4小时到日线。啊，这2个时间级别就足以让你去布局了。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布局的就是33000美金到36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如果在反弹过程当中做空的话，啊，反弹过程当中布局空单的位置的话，啊，趋势是下行，我们找到合理的位置布局自己的仓位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结构啊，这个结构当中呢，在焦点位发生跌破，我们说焦点位跌破是非常不容易反弹上来的啊。目前呢，这个位置上，以太坊对比特币已经发生了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啊，同时呢，这个位置出现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啊，出现了一个左高右低的啊一个类似于右空的一个结构。那这种结构呢，我认为它的趋势是下跌的啊，但是啊，这里面或多或少可能会有一些反弹的时间级别，目前来看还是很小的啊，目前的反弹时间级别都不足以构成反转啊。那我们观察的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这相当于以太坊在价格上的一个变速箱啊，相对于比特币的一个变速箱。以太坊目前已经明显领跌于比特币啊，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以太坊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做空的标的啊，同时呢，我们回到以太坊上啊，我们看到这里，以太坊周线级别出现周线下跌吸油之后啊，发生了震荡啊，连续的震荡的过程当中形成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收敛三角。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到达焦点位之后快速回落啊，这个焦点位构成了一个压力啊。那如果这轮行情比特币发生反弹，以太坊的反弹时间级别如果出现4小时级别的话，它的压力位是在哪儿呢？是在1925到2000美金啊，也就是说这个结构构成了以太坊的一个压力位啊，以太坊上的压力位。那我们再次切换时间级别，如果以太坊发动了强势反弹啊，强势上涨，上方2150美金构成了一个第二重的压力位啊，这个第二重的压力位呢，是由前面高点4877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的啊，这一点呢要注意。第一结构压力位呢是在2000美金到1920啊，第二结构压力位呢是在2175啊，在这个位置啊，也就是这个区域都构成了它的压力啊。但是呢，以太坊目前啊是一个非常弱势的情况。那如果以太坊再次出现低点的话啊，小日线级别再次出现低点的话，肯定是要追空的。比如说跌到1650美金，跌到1650美金的话，你就要把1700设置一个止损啊，去追这个空头。因为目前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弱势，比特币呢
横盘震荡，横盘震荡如果跌下去的话呢，跌下去的话，以太坊会更弱，更弱的情况下，你要进行追击的啊。行情呢，永远要顺着大的趋势去做啊，顺着大的趋势去做。比特币呢已经发生了周线级别下跌，以太坊做出了同步的动作，并且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儿，这个交易对儿已经非常弱势，已经从焦点位发生了下跌。我们刚才提到了，焦点位下跌是不容易回来的啊，焦点位下跌是不容易往上反弹的。所以呢，以太坊无论是反弹做空还是追空啊，根据它的盘面运行规律去进场的话啊，你是非常安全的啊，你是相对于强势的比特币啊更加安全一些啊。所以呢，设置一个止盈位和止损位啊，特别是要设置止损位，在进场之后是非常重要的。你有了止损之后，才能以活着的姿态啊，活着的这种姿态去获得更高的利润啊，用更小的资金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不是用大资金去搏杀。我们前面行情当中提到的山寨币 FTT 啊更加弱势啊，我一直主张做空 FTT 啊，行情越弱势的币走起来，你做空越舒服啊，越舒服。但是呢，我们看一下 Waves 啊 ，Waves 我在最近的几个交易日一直在提它的是一个强势的状态啊，我们发现了啊 ，Waves 失去了昨天强势的状态啊，目前已经走弱了啊。这个走弱呢，我们看一下时间级别啊，出现了接近4小时级别的下跌细游，这是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啊，这样呢就破坏掉了之前它的上涨啊。我们看到了这里面有个规律啊，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规律，你看啊，它的上涨是4小时级别的，下跌同样是4小时级别的啊，这波下跌呢同样是4小时级别的下跌啊。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上涨细游和下跌细游的时间级别是一样的，但力度不一样啊，但力度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就有这个切换时间级别的这个预期，我们把时间级别呢切换到日线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这个位置呢是日线级别反弹的一个八阶位啊，是日线级别反弹的一个八阶位啊。这个第一根阳线呢是八阶，后面呢是妖怪。那从日线级别角度去看啊，它虽然出现了小时间级别的上涨和下跌，但我们从日线级别去看啊，日线级别反弹细游的八阶阳线还存活。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在4小时级别调整完成之后啊，4小时级别调整，比如说今天16点啊，它做完这个4小时级别调整完成之后啊，你是可以做多的，然后一定要注意，然后这个后面的说法。然后你要在八阶的5月31日，这是日线八阶位，日线级别的八阶位啊，看图啊，日线级别的八阶位，一定要在八阶位的开盘价啊设置一个止损啊。我们看到了 Waves 在这轮行情当中是强势的，它的强势是因为被错杀，被错杀之后发生了2轮周线下跌，然后出现了一波4小时级别的反弹，反弹力度非常强势啊，以至于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比特币做了4小时级别对称性下跌，它没有做，但它补跌了。补跌之后，我们在当前时间点看到了它出现4小时级别反弹啊，4小时级别的下跌出现之后，也就是说它已经完成了4小时级别上涨和4小时级别下跌。但我们看到上涨幅度和下跌幅度是完全不对称的，时间级别对称，下跌和上涨幅度不对称，也就是说涨得多跌得少，给了我们什么机会呢？给了我们进场多头的机会啊，进场它的多头的机会，因为它在这轮行情当中强势啊，强势之后啊，你在这个4小时级别调整完成之后，比如说今天下午16点进场之后呢，设置一个日线级别上八阶开盘下的啊，八阶开盘价的止损位。我们看到了
8节开盘价7.61，也就是说越接近7.61，你开仓进场多头，然后把7.6或者是7.59在这个位置附近，就是开盘价附近设置一个止损，如果错了立刻止损。那如果对了的话呢，它有可能发生日线级别的上涨息油目前它是强势的它是相对于比特币强势的。如果比特币发生4小级别反弹的话，它有可能 Waves 有可能继续它的强势，做出什么呢？日线上涨当然当前是回调的，当前回调你要慢慢找到这个做多的一个位置慢慢找到一个做多的位置。我的认为时间是最好的选择。时间目前来看当前的这根 K 线收盘价的时间是在16点也就是说12点到16点找到一个相对低一点的位置去做它的反弹如果比特币在周一美股开盘 A 股开盘之后，或者是美股的盘前合约开盘之后出现了大幅上涨比特币出现上涨之后，那 Waves 这种强势币种还是有很多机会的。然后这是我 VIP 群的聊天记录我们看我们上周二关注了一个 LUNCH 在抹茶，然后消息的来源都给出了，然后最后呢我们在今天看到了它已经涨了很多基本上是翻倍了。所以呢 VIP 群还是会给到很多无论技术面还是消息面的一些币种的然后如果出现合适的机会比如说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合适的点位的话，我也会在里面去提一下。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微信群，感谢大家，再见。